俗话说7月初1鬼门开，7月半里鬼乱窜。相传每到农历7月，地门大开，这不仅是地府给阴灵放假，让他们到阳间探亲放风，更是无数无主孤魂涌入阳间，四处游荡的时刻。其实从我们阴阳五行来看，每年农历7月确实是一年之中阴气逐渐旺盛，天地磁场最乱的阶段。大环境一变，那些属阴的能量自然会跟着活跃起来，因为这股阴寒的磁场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但是大家不妨去仔细观察一下，为什么同样都在农历7月，有的人平平安安吃好睡好，有的人却霉运连连，甚至莫名其妙大病一场。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就藏在你身上的2个字，那就是阳气。所以今天我就把话挑明的讲，农历7月有6个千万不能触碰的禁忌，只要踩中其中一个，就等于亲手把自己身上宝贵的阳气一点一点送出去。阳气一破，病气和阴邪之气很可能找上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最近身体虚弱、运势低迷的人，更要格外注意。禁忌1，走路千万不要贴着墙根走。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走大路中间有车啊，为了安全，我贴着墙角顺着骑楼走，这不是常识吗？怎么就成禁忌了？各位，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去仔细观察一下，什么叫做墙？墙壁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挡风遮阴的。从中医阴阳五行的角度来看，万物皆有阴阳。马路的正中间天天被太阳暴晒，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是极阳的地方。我们风水上称之为太极之线或者阳道。但是墙根呢，墙壁常年挡住阳光，阴暗潮湿，特别是那些老巷弄里的红砖墙、水泥墙，很多底下还长着青苔，那个地方的温度永远比大陆中间低好几度。这在风水和易经里叫做阴极之线，也就是整个街巷里阴气最重、煞气最浓的地方。好，到了农历7月，外面阴气大盛，那些放出来的无主孤魂，他们是没有实体的阴性能量体，他们最怕什么？最怕阳光，最怕阳气。所以他们敢走大路中间吗？根本不敢。他们平时要移动，要游荡，只能顺着阴气重的地方走。哪里阴气重，就是墙根底下。他们不仅喜欢贴着墙走，走累了还喜欢靠在阴凉的墙根底下休息。你想想看，大半夜的，整个巷子空荡荡，你放着阳气充沛的大路不走，偏偏去贴着墙根，你这不叫避让车辆，你这叫跟鬼挤道。你贴着墙走，原本人家正靠在那边休息，你一肩膀撞过去，他不找你找谁？你这就叫主动去沾染阴煞。大家仔细听好，我给各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你们就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了。过去在台中有个做南北货批发生意的老板，我们叫他阿辉伯。阿辉伯当时大概50岁上下，生意做得不错。做生意的嘛，免不了要交际应酬。农历7月10几号的一个晚上，他跟几个大客户喝完酒，已经快半夜1点了。那天晚上，阿辉伯喝得微醺，也没叫个车，因为离家不远，他就决定自己走回去。那是一条很长的老巷子，两边都是几十年的老院墙。阿辉伯一边走，一边觉得头有些晕，刚好后面有一辆机车开过来。为了躲车，阿辉伯就往旁边一靠，整个人贴在了那面老砖墙上。据他后来回想，那天晚上其实很闷热，但是当他背靠上那面墙的时候，瞬间一股极其冰凉的寒意顺着他的脊椎骨，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督脉，直接钻了进去。他当时居然还觉得，哎呦，这墙壁怎么这么凉快，靠着真舒服。他就这样在墙根底下顺着墙壁往前蹭着走，甚至还用手一路摸着墙。各位，这就叫愚痴啊。那一瞬间的冰凉，哪里是墙壁凉快，那是极寒的阴煞之气破了他的胃气，直接侵入他的督脉了。果不其然，阿辉伯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大事不妙，他老婆一看他，吓了一大跳。阿辉伯平时是红光满面的，那天早上整个脸就像蒙了一层青灰色的雾一样，特别是印堂到鼻头这一块，暗淡无光，毫无血色。这就扯到我们风水和中医相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了，叫明堂。
各位乡亲，什么叫明堂？风水上大门前面的开阔地叫明堂，主宰一家的财运和前途。而在人体上，你的印堂，你的面部正中就是你的人体明堂。明堂发暗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气数被闭塞了，财气进不来，煞气出不去。阿辉伯没当回事，以为是宿醉，洗了把脸就去公司了。结果那一天简直是倒霉到了极点。先是本来已经谈好的2柜中秋节要用的高档干贝，货柜在海关莫名其妙被卡住，耽误了交期。接着昨天刚陪着喝酒的2个大客户突然打电话来说订单要取消。不仅如此，阿辉伯到了下午突然开始狂拉肚子，拉的全是水，整个人虚脱到连站都站不稳，直冒冷汗。这下阿辉伯慌了，跑去大医院挂急诊，打点滴，折腾了半天，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可是打了针吃了药，拉肚子是止住了，但整个人依然觉得像背着一座山一样重。晚上睡觉闭上眼，总觉得床边站着人，吓了整宿睡不着。后来他老婆到处打听，拖着虚弱的阿辉伯来诊所找我。他一走进门，我不用号脉，光看他那个脸色，我心里就有数了。我问他，阿辉伯，你最近半夜是不是走夜路去蹭了什么不干净的墙角？他吓了一大跳，就把那天晚上喝酒贴着墙走的事情原本说了一遍。我毫不客气地指着他说，你这是自作自受，你吸了墙根的阴煞，阴邪入体，这股阴寒之气顺着你的督脉进去，直接打在你的太阴脾经上。中医讲脾属土，土本来是克水的，现在你脾阳被阴寒之气冻住了，土不治水，水湿泛滥，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拉肚子还是小事，你沾染了阴煞，闭塞了自身的阳气和明堂，磁场全乱了。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你生意能不黄吗？阿辉伯吓得冷汗直流，问我该怎么办。各位，遇到这种阴寒入体、明堂闭塞的情况，西医的点滴是没用的，那只是补充电解质，根本逼不出体内的寒邪。怎么治？必须得内外双修。在内部，我开了一剂极猛的附子理中汤。理中汤里面有干姜、白术、人参、炙甘草，这是专门用来温暖中焦脾胃的，但我重用了炮附子。附子是什么？附子是中医里纯阳的火种，吃下去就像在你肚子里生了一盆炭火，直接把脾胃里的阴寒之气化掉，把脾阳重新振奋起来。在外部，我教他一个极其简单的风水破煞法。我让他回去买一大包粗盐，注意不要买精盐，要买海里晒出来那种带有天然阳气的粗盐，加上一把艾草，放在浴缸里泡热水澡。艾草是纯阳之草，粗盐能净化磁场。泡完澡后，明天开始无论去哪里，走路一定要抬头挺胸，走在大马路的光明正道上。阿辉伯回去照做，中药吃下去3剂，肚子里开始咕噜咕噜响，排出了一大堆黑臭的大便，那就是排出来的阴寒毒素。泡了3天粗盐艾草澡，他老婆打电话来谢我，说阿辉伯脸上的青灰色完全退了，印堂重新发亮了，而且之前卡在海关的货柜也奇迹般的顺利放行了。各位乡亲，你们把这个故事听进去，不要以为这只是巧合。人体的气场和天地的气场是相通的。农历7月阴气逼人，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阳气，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走的道不走。你走在外面，哪怕路上没有车，也要尽量走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稍微靠着路中间，堂堂正正，抬头挺胸。你一身浩然正气，走在阳道上，那些躲在阴暗墙角的阴邪连看都不敢看你一眼，更别说上你的身了。记住我这句话，君子坦荡荡，行路走中央，莫贪阴凉处，招惹无主魂。走路贴墙等于引狼入室，这个禁忌大家千万要小心。禁忌2，半夜不要乱照相，乱录影。第二个要讲的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最爱犯的毛病，那就是半夜3更跑到外面去乱照相、乱录影。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老祖宗那个年代没有这个禁忌？因为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照相机嘛。现在的科技发达了，大家都拿着个手机到处拍。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镜头科技非常厉害，它能够捕捉到很多我们人类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光谱，那些属阴的能量、阴性的磁场频段，平时你肉眼看不到，但镜头一扫，清清楚楚。农历7月的半夜，阴气是一天之中最重的时候，你大半夜跑去荒郊野外或者阴暗的巷弄里拍照，不仅极容易把那些脏东西拍进手机里请回家，更致命的是什么？是照相机那个咔嚓的快门声，还有突然亮起的那道刺眼的闪光灯。各位懂不懂中医？这在中医上叫什么？这就叫惊吓。黄帝内经讲得明明白白，惊则气乱，半夜三更，天地是一片阴沉，你的身体也是顺应自然，处于一种收敛休养的状态。你的三魂七魄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安宁的，结果你突然搞出个强光闪烁，伴随着清脆的声响，你这一受惊，心神瞬间失守，肾气猛地往下一坠，身上的阳气屏障唰的一下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那一瞬间，你的三魂七魄直接被这股力量震散了，魂魄一散，周围那些游荡的阴邪之气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顺着你的风池穴、风府穴就钻进身体里了。你这不是主动找麻烦是什么？讲到这里，你不信，各位仔细听好，我给大家讲一个诊所里遇过的真实案例，听完你背后的汗毛都要竖起来。过去有一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台北的年轻妈妈哭着喊着，带着她20出头的儿子来到诊所。这年轻人叫阿杰，一走进来，我一看不得了，面如死灰，印堂发黑，整个眼眶是深陷下去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点神采都没有。他妈妈在旁边哭得站都站不稳，说：尼斯啊，你快救救我儿子。他去了几趟大医院，抽血做断层扫描，什么都查了。西医说他没病，最多就是精神衰弱，可是他已经连续烧了5天了，一到晚上就在床上打哆嗦，嘴里还胡言乱语啊。我让他坐下，手一搭他的脉，各位，那个脉象细微的几乎摸不到，而且极其涣散，这在中医里叫脉微郁绝，是阳气极度涣散、神魂出窍的为象。我当时就沉下脸问他妈妈，这孩子农历7月半夜去什么阴气重的地方乱搞了？他妈妈这才支支吾吾地说出来，原来这个阿杰啊，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惊险刺激的影片。7月刚开门的那几天，他非要跟几个朋友搞什么都市传说探险，半夜12点多跑到桃园乡下一个废弃了20多年的老眷村去拍影片。据他随行的朋友后来讲，那天晚上刚好没有月亮，整个废弃眷村弥漫着一股私人腐败的味道。阿杰不知天高地厚，举着个手机一边走一边录影，嘴里还叫嚣着，各位朋友看看今天能不能拍到好兄弟。当他走进一间以前大概是祠堂或者主卧房的老屋子时，里面有一面长满了青苔和灰尘的老穿衣镜。这时候作死的来了，阿杰觉得那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为了看清楚，他直接打开了手机的强光闪光灯，对着那面老镜子咔嚓就是连续几张照片。就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瞬间，他朋友说阿杰突然惨叫了一声，整个人像是被抽了筋一样，直挺挺地瘫软在地上，手里的手机也摔碎了，他满头大汗，浑身冰冷。朋友们吓得连滚带爬把他扛回车上。从那晚开始，阿杰回家就倒下了，高烧不退。各位乡亲，你们听听，这难道是巧合吗？那个废弃眷村20多年没人住，阳光照不进去，全是阴湿之气，那是好兄弟最喜欢的豪宅啊！你农历7月半夜去闯人家的地盘，还用强光去闪人家，你不仅冒犯了阴灵，更严重的是你自己的阳气在那一瞬间被极阴的环境压制，接着又被闪光灯一惊，魂魄当场就散在那个屋子里了。仪器只看得到细菌病毒，哪里看得到你丢了魂？当然查不出病因。这种病怎么治？去庙里收精有用吗？我告诉各位，这个时候他体内的真阳已经快耗尽了，光靠外面收精是不够的，必须靠中医的重剂把阳气强行拉回来。我当时二话不说，直接开重剂。我用了大剂量的桂枝汤，加上龙骨、牡蛎。桂枝汤干嘛的？调和营卫，把身体表面的卫气，也就是保护阳气的屏障重新固密起来。龙骨和牡蛎
那是极其沉降的药材，专门用来镇惊安神、潜阳入阴，把你那飘在九霄云外的三魂七魄硬生生拽回丹田里去，再配合重用炮附子，直接点燃他命门的那把火，把钻进体内的阴寒之气统统逼出去。药吃下去不到半个时辰，这年轻人突然哇的吐出一大口带着寒气的清水，接着浑身开始冒热汗，汗一出烧就退了。阿杰的眼神这才慢慢聚焦，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尼斯，我好冷，但我好像活过来了。我当时严厉的把他骂了一顿，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老祖宗说的话你不听，非要去挑战看不见的世界，以后农历7月晚上过了9点敢再乱拍，连神仙也救不了你。所以各位乡亲听懂了吗？半夜不要乱拍照乱录影，尤其是农历7月，不要为了在网络上炫耀一下胆子大，就把自己的三魂七魄给玩丢了。你的阳气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守住它才能百邪不侵。禁忌3，半夜听到有人叫你名字绝对不能回头。各位乡亲，前面我们讲了怎么避开环境里的阴煞，接下来这个禁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从小你们的长辈一定都反复交代过你们，但是我敢打包票，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回头，却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回头。今天我就用中医和修道的原理，把这个千古之谜给你们解开。老一辈常说，农历7月半夜走在路上，如果听到背后有人叫你的全名，或者感觉有人拍你的肩膀，千万不要回头。你们以为这只是吓唬小孩的鬼故事吗？绝对不是，这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刻的人体经络学问。各位，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活蹦跳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抵御各种外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身上的阳气。在道家和中医的理论里，人体身上有3把火，这3把火在哪里？一把在头顶，这叫三华聚顶，是你的元神所在。另外2把分别在你的左肩和右肩。这双肩的2把火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去看看中医的经络图。我们人体的背部有2条极其重要的阳经，一条是正中间的督脉，督脉被称作阳脉之海，总管全身所有的阳气。另一条是走在督脉两旁的足太阳膀胱经，这是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就像是我们身体的坚固城墙一样。而你的肩膀正是这股阳气向上输送，保护头颈部最重要的通道。当你平心静气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身上的气血是平顺的。这3把火烧得旺旺的，形成一个无形的防护罩，中医叫卫气。那些游荡的无主孤魂看到你身上这3把火，就像看到刺眼的探照灯一样，根本不敢靠近。但是重点来了，当你在半夜3更阴气最重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陌生的声音叫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吓一跳，然后脖子一扭，猛地转过头去看。各位乡亲，这一扭头问题就大了。首先你一受惊吓，心神一乱，气就散了。其次你猛然转头这个动作，在物理上下巴会压迫到肩膀，同时带动颈部的肌肉和经络产生剧烈的扭转。在这个瞬间，你肩膀上的那把阳火就会因为气血的瞬间阻断，加上受到惊吓的阴风一吹，噗的一下熄灭了。肩膀的火一灭，你的防护罩就破了一个大洞。好兄弟在背后叫你，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肩膀一失去阳气保护，颈部后方的几个致命大穴瞬间暴露。哪几个穴位？风池穴、风府穴、大椎穴。风池顾名思义就是风邪聚集的池子，风府是风邪进入头脑的府邸，阴邪之气带着极寒的磁场，顺着你扭头时暴露出来的风池、风府，像一根冰针一样直接刺激你的督脉和膀胱经，这就叫阴邪入体，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被煞到。各位想一想，我这不是在危言耸听，我给你们讲一个亲自看过的阿嬷案例，你们仔细听。这位阿嬷姓林，住在新北，当时55岁。中元节前夕，因为家里要准备普渡的东西，整理出了一大堆垃圾。那天晚上快12点了，他看垃圾车没来，就自己提着2大袋垃圾去巷子口的垃圾集中点丢。林阿嬷平时身体很硬朗，嗓门也大，
那天晚上巷子里没路灯，阴风阵阵的，他丢完垃圾正准备往回走，突然听到背后有个很细很凄凉的女人的声音，喊了他的全名。林阿莫当时心里一毛，但人嘛，下意识的好奇心作祟，他顺着声音猛地一回头，结果背后黑漆漆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一阵冷风吹过他的脖子，他当时就打了个冷颤，心里直犯嘀咕，赶紧加快脚步跑回家。各位，就这一回头，祸事就惹上了。林阿莫回到家，刚坐下喘口气，就觉得不对劲了。怎么不对劲？他觉得自己的脖子好像被水泥灌住了一样，僵硬的完全转不动。更可怕的是，他的双肩就像是突然压了2袋50斤重的大米，沉得他连手都抬不起来。他后来跟我形容说，尼斯啊，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冷冰冰的人直接骑在了我的脖子上，2条腿还耷拉在我的肩膀上啊。当天晚上林阿莫发起了高烧，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发抖，盖3床棉被都没用。到了半夜，他开始做噩梦，梦见一个脸色惨白的女人一直掐着他的脖子。第二天一早，家里人发现他连床都下不来了，脖子肿了很大一圈，连吞口水都痛如刀割。家人赶紧送他去大医院，西医说这叫急性颈椎神经发炎，或者是严重落枕引起的肌肉痉挛，给他打了消炎针，又开了肌肉松弛剂。结果呢，痛是稍微缓解了一点，但那种肩膀上有人的沉重感和冰冷感完全没有消失。林阿莫整天昏昏沉沉，面色发青。后来他女儿懂一点中医，把他搀到了诊所。林阿莫一坐下来，我就看到他两边肩膀极其不自然的下垂，脖子僵直。我伸手去摸他的后颈，各位，大热天的，他后颈的风池穴和大椎穴那一块竟然是冰凉刺骨的，就像摸在冰块上一样。我号了他的脉象浮颈，在中医里这是典型的太阳经受寒，风寒宿表。但我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吹冷气受寒，这是极阴的邪气入体了。我问他，阿莫，你前几天半夜是不是在外面受了惊吓还扭头了？他一听眼泪都掉下来了，把丢垃圾回头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我跟他家属说，这就对了，他那一回头，肩膀的阳火灭了，阴煞之气顺着风池穴直接灌进了督脉和膀胱经。现在的西药只能松弛肌肉，怎么可能把这股阴寒之气赶出来？阴气盘踞在颈椎，压迫了经络，他当然觉得重，当然觉得有人骑在脖子上。这病怎么治？必须用中医里发表解肌生阳散寒的王牌方剂葛根汤。葛根这味药非常神奇，它是专门往上往外走的，它能把你身体里的津液和阳气像抽水机一样直接抽到你的头颈部。我重用葛根，配合麻黄、桂枝发汗解表，再加入附子温阳。我还当场让他趴下，在他的大椎穴，也就是脖子后面最突出的那个骨头下面，全身阳气汇聚的十字路口上，用纯艾条狠狠地灸了20分钟。艾草是至阳之物，灸了不到10分钟，林阿猫突然大叫一声，好烫好痛。紧接着他后背出了一层黏糊糊的冷汗。我让他把熬好的药喝下去，不到半个时辰，林阿莫试着扭了一下脖子，突然大哭起来，尼斯，我脖子能动了，肩膀上那个重重的东西不见了。他脸上的清气也退下去了，重新恢复了红润。各位乡亲，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救命智慧。所以农历7月走夜路，千万记住这个死规矩，不管听到谁叫你，哪怕声音再像你的熟人，哪怕你感觉有人拍你的肩膀，绝对不可以只转头。你如果不放心，必须要看，怎么办？你停下脚步，整个人整个身体跟着一起转过去，这样你肩膀和脖子的相对位置没有变，你的经络是畅通的，你肩膀上的阳火就不会灭，你带着全身的浩然正气转过去，就算背后真的有什么脏东西，也会被你正面的阳气给当场逼退。记住，守住你肩膀上的2把火，就是守住你自己的命门。禁忌4，衣服千万不要晾在外面过夜。各位乡亲，前面讲了几个禁忌，大多是我们在外面走动要注意的规矩，但接下来这第4个禁忌就发生在你们自己家里，发生在你每天都要去的阳台上。现在的年轻人
白天要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澡，顺手就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上，然后去睡觉，让衣服在外面晾一整夜。各位，我告诉你，平时也就算了，一到了农历7月，这个动作极度危险。你这不叫晾衣服，在风水和玄学上，你这叫主动给好兄弟做替身。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衣服晾在衣架上随风飘荡，那个形状像什么？是不是活生生就像一个人形？农历7月的夜晚，外面阴气极盛，到处都是游荡的无主孤魂。这些孤魂在外面飘零，居无定所。他们最渴望什么？最渴望能有一个形体可以依附，可以避避风寒。大半夜的，你把衣服挂在外面，衣服带有人形，又沾着水分，水本来就属阴，在他们眼里，这就好比沙漠里出现了一座空屋子，简直就是最好的避难所。他们顺理成章的就附着在你的衣服上了，这叫借尸还魂之象。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阴气退去，但那股阴寒的煞气已经牢牢锁在你的衣服里了。你高高兴兴的把衣服收进来，往自己身上一穿，或者往小孩子身上一穿，完了。衣服是贴身的，肚脐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先天大穴，叫做神阙穴。神阙穴是人体元气出入的门户，你把带有阴邪之气的衣服贴身穿上，这等于把阴气顺着神阙穴直接往身体里面送。阴气一旦入了五脏六腑，你的阳气怎么可能不受损？我讲个案例给你们听，尤其是有小孩的父母千万要注意。过去有个住新庄的年轻妈妈，也是7月半的时候，这位妈妈顶着2个黑眼圈来找我，她急得快崩溃了，说：尼师啊，我小孩已经连续半个月每天半夜起来狂哭，怎么哄都没用，2眼一直往上看，带去小儿科，西医说是肠绞痛，开了药也吃了，一点改善都没有，现在连白天吃奶都会吐，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一看这小孩面色发青，特别是嘴唇周围那一圈青得发黑。中医讲唇周属脾，我摸了一下他的小手，大热天的手脚冰凉，再摸摸肚子，冰得像块石头。我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晚上把小孩的衣服晾在外面过夜了？他愣了一下，说：对啊，白天要上班，都是晚上洗衣服晾在后阳台，第二天早上直接拿进来给他换上，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叹了口气说，小孩子的阳气本来就弱，他的神和魄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你把带着阴煞的衣服直接贴身给他穿，阴气从神阙穴打进去，直接冻住了他的脾胃。中医讲脾主肌肉，肺藏魄，脾胃一受寒，中焦不通，他肚子当然痛得要命，肺气被阴寒压制，魄不安神，到了半夜阴气最重的时候，他能不惊恐夜啼吗？西医只看得到肠胃蠕动异常，怎么看得到他的魄被吓飞了？那怎么处理这种事？不能光吃药，还得把衣服上的煞气给破了。首先在孩子身上，我用最温和但极其有效的方子，开了点钩藤、蝉蜕，用来平息肝风、安神镇惊，配合炒白术和干姜，把脾胃里的阴寒之气化掉，把中焦的阳气重新生发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严厉交代这位妈妈回去做一件事，把你家阳台上的衣服全部收进来，去中药房买纯正的艾草，在房间里点燃，把所有小孩的衣服甚至大人的衣服全部用艾草的烟狠狠熏一遍。为什么用艾草？艾草在本草纲目里是纯阳之物，能理气血，逐寒湿。艾草的烟一熏，那股纯阳的正气就能瞬间把附着在衣服上的阴寒煞气化解得干干净净。这位妈妈回去照做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药喝下去第一贴，小孩子当天晚上就不哭了，安安稳稳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肚子也软了，手脚也热了，开始知道饿，要喝奶了。各位乡亲，生活中的细节处处都是学问，风水和玄学就在我们身边。老祖宗的规矩不是随便定下来折腾人的，那都是为了保你们的命。所以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农历7月，衣服最好在太阳下山前收进屋里。如果白天真的没空，只能晚上洗，那就晾在室内，用电风扇或者除湿机吹干，绝对不要挂在室外阳台去招惹阴风，保护好自己的神阙穴，别把好兄弟穿在自己身上。禁忌5，没事别去海边、溪边玩水。
各位乡亲，只要一讲到农历7月，你们家里的长辈阿公阿嬷一定会反复叮咛你们一句话：7月半少去水边、海边、溪边，通通不准去。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戴着个耳机，听了满脸不屑，觉得天气这么热，去溪边烤个肉，去海边冲个浪，多舒服啊！他们心里会想，什么水鬼抓交替，那都是老人家迷信骗小孩的啦。各位，你们真的以为抓交替只是聊斋里的鬼故事吗？你们真的懂什么叫抓交替吗？今天我就从《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把这个千古谜团的底牌给你们掀开。你们听懂了，就知道老祖宗为了保你们的命，真的是用心良苦。首先，我们要搞懂水的属性。在五行之中，水是极阴之物。到了农历7月，也就是申月，天地间的阴气本来就在往上冒。这个时候的水，尤其是深山老林里的溪水，或者深不见底的海水，那个阴寒之气是加倍的。它已经不是普通的水了，它是极寒极阴之水。再来看看我们人体，中医讲肾属水，而我们脚底板正中心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肾脏是我们人体先天之本，里面藏着你一身的真阳。大热天的，你全身的毛孔都在张开，阳气浮在体表，你在这个时候扑通一声跳进农历7月的溪水里，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溪水底下那股极寒极阴的煞气，就像一根冰冷的铁钉一样，直接顺着你脚底开放的涌泉穴狠狠地打进你的肾经里。肾主骨生髓，寒气一进去，你的经络瞬间被冻结，阳气当场被克制得死死的。经络一堵，气血过不去，你的小腿肌肉就会产生剧烈的痉挛，这就是西医常说的抽筋。但在我们中医和玄学看来，那根本不是普通的抽筋，那是水下的阴灵，那些游荡在阴极之地的无主孤魂，借着极寒的水汽死死地锁住了你的下肢。你觉得好像有一只冰冷的手抓着你的脚踝往下拖，其实是你的阳气在被阴寒之气疯狂地吞噬。你越挣扎，气血越乱，沉得越快，这就叫抓交替。各位想一想，我这不是在危言耸听，我不跟你们讲理论，我讲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有年7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一群年轻人忙完工作，就骑着机车跑到新北山区的一条野溪去烤肉玩水，打算好好庆祝一下。那条野溪平时风景很好，但到了下午4、5点，太阳一被山头挡住，整个溪谷的温度骤降，水面上甚至会飘起一层薄薄的白雾，这在我们风水上叫做阴气化形。其中有个年轻人叫浩子，自恃水性极佳，平时都是游大海的。他看大家都在岸边烤肉，觉得没意思，非要游到溪水中央那个深潭去跳水。据他后来捡回一条命后的回忆，他说当时他刚潜入深潭，一开始水只是凉，但游到潭底附近时，突然感觉水温就像冰库一样刺骨。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右脚脚踝被一个极其冰冷像铁环一样的东西死死扣住了。他吓坏了，拼命想往上游，但是右腿完全失去了知觉。紧接着那股冰冷的感觉顺着大腿直接冲到了小腹，他整个人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挺挺地往潭底沉下去，连呼救的声音都发不出来，连呛了好几口水，直接失去了意识。万幸的是，他那几个朋友在岸边发现不对劲，看他一直没浮上来，几个人赶紧拿了救生圈游过去，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从深潭里拉上岸。浩子被拉上岸的时候，那个惨状啊，他朋友后来跟我描述，浩子整个人脸色是发青带紫的，嘴唇黑得像炭一样，2排牙齿咬得死紧，掰都掰不开。最可怕的是他的右腿整个僵硬的像个木棍，怎么揉都揉不软。当时岸边刚好有一位在附近散步的退休老中医，看到这情况赶紧跑过来，几个年轻人正准备给浩子做西医的那套心肺复苏术，老中医把拉住他们，大吼一声，别乱按，他这是阴寒中枢，3魂7魄都快冻散了，你光按心脏有什么用？阳气不回，按断肋骨他也醒不过来，这时候怎么救？这就是中医急救的智慧。老中医二话不说，让一个年轻人死死掐住浩子的人中穴和头顶的百会穴，这是
为了强行唤醒他的神智。然后老中医自己蹲下来，脱下耗子的鞋袜，用2个大拇指死死的极其用力的按揉耗子脚底的涌泉穴。为什么要按涌泉穴？刚刚说了，阴寒之气是从涌泉进去的，必须从原路把阳气给逼回去。老中医一边用力搓揉涌泉穴，摩擦生热，一边让其他人搓耗子的双手劳宫穴。如果当时有艾条，直接在肚脐神阙穴上揪下去，效果最快。但荒郊野外没有艾条，只能靠人体的纯阳之气去推，搓了足足有10分钟，耗子的皮肤都被戳破皮了。终于他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接着哇的一下吐出了一大滩带着腥臭味的黑色溪水。水一吐出来，耗子整个人开始剧烈的颤抖，大口大口的喘气。老中医一看他眼睛睁开了，虽然还是无神，但知道这条命算是硬生生从鬼门关给抢回来了。后来耗子调理了整整3个月，天天吃大剂量的真武汤和附子理中汤，才把体内残存的阴寒之气给化干净。从那以后，别说农历7月，就算大热天，他看到深水潭2条腿都会发软。各位乡亲，你们听完这个故事还要去铁齿吗？农历7月的水，那是通着地气的，地气全都是阴气。你以为你是在游泳，其实你是把自己的肉身放在一个极阴的磁场里，任由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去吸你的阳气。水底下的暗流、漩涡配合着极寒的阴气，瞬间就能让一个壮汉失去行动能力。你要消暑，你在家吹冷气泡浴缸不好吗？非要大半夜或者7月半跑去海边、溪边去挑战大自然，挑战看不见的维度。你的命只有一条，你的阳气是有限的，不要拿自己的无知去试探天地的规矩。记住这句话，7月逢水莫贪凉，涌泉互助保真阳。这个禁忌绝对不是开玩笑的。禁忌6，筷子绝对不能插在饭碗上。各位乡亲，前面5个禁忌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第6个禁忌。这个禁忌可以说是不管男女老少最容易犯的一个生活坏习惯。你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突然要去接个电话，或者转头去拿个东西，随手就把手里的2根筷子直挺挺地插在饭碗的正中间。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动作在风水和民俗里叫什么吗？以前人往生了，在棺木停灵准备出殡之前，要在死者的脚边放一碗白饭，上面直直地插着一双筷子，点上香，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亡魂吃的祭品。我们吃饭的餐厅在我们家宅的风水中代表的是食禄，是养命的源泉。五行属土，土是生发万物、孕育阳气的地方。你在家里好端端的吃着饭，突然把筷子直插在饭上，这个形状就跟上香祭拜亡魂一模一样。你这个动作一做出来，等于是在你家那张充满阳气的餐桌上强行打开了一个通往阴间的接收器。到了农历7月，外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四处游荡的无主孤魂，他们正愁没东西吃呢，突然看到你家里亮起了一个请客的信号灯，直插在饭上的筷子，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以为这是你在大发慈悲，专门设宴款待他们啊！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主动发请帖，请好兄弟来跟你同桌共饮。你等于把极阴的磁场引到了每天吃饭补充阳气的地方，你的家宅风水瞬间就被这股阴煞之气给破坏得干干净净。更要命的是，你接完电话回来，拔起那双已经被阴气污染过的筷子，接着把那碗饭吃进肚子里，这就等于是把阴寒的死气直接送进了你的脾胃。大家如果不信，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亲自处理过的案例。听完你们以后吃饭，筷子就算掉在地上，也绝对不敢再插在饭碗里。过去有个在台北内湖科技园区上班的年轻人，我们叫他小林，是个工程师，典型的独居单身汉，平时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到半夜才回他那个租来的小套房。有一年农历7月的一天晚上，小林加完班回到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他又累又饿，就在楼下便利商店买了一盒微波的排骨便当，回到家坐在茶几旁，准备好好填饱肚子。刚吃2口，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公司主管打来交代紧急事项的。小林为了空出手来拿笔记录，下意识的就把那双免洗筷直挺挺的插在了那块排骨和白饭的正中央。
然后转身走到书桌旁去讲电话。据小林后来回忆，那个电话讲了大概有15分钟。等他讲完电话回到茶几旁，准备继续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盒便当好像变得异常冰冷，明明刚微波好了便当，怎么才10几分钟就完全没有热气了？不仅如此，他刚吃下一口饭，就觉得一股莫名的凉意从食道一路凉到了胃里，甚至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像放久了的馊味。当时小林太累了，也没多想，胡乱扒了2口就倒头睡了。各位，噩梦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到了后半夜，小林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小客厅里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什么声音？是啧啧啧，像有人在大口咀嚼食物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个人的声音，好像好几个人围着他的小茶几在抢东西吃。小林吓得浑身冷汗，想爬起来看，却发现自己遭遇了鬼压床，也就是中医里讲的梦魇。他全身僵硬，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他只能绝望地听着那个咀嚼声响了整整一夜。从第2天开始，小林的身体迅速垮了下去。首先是完全没有食欲，看到任何食物都觉得恶心想吐，接着是面色发青，尤其是眼圈和嘴唇发黑。他开始频繁地拉肚子，拉出来的全是水和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去肠胃科检查，做了胃镜、肠镜，除了轻微的胃炎，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只能给他开一些胃药和止吐药，但是吃药根本没用。小林越来越虚弱，不到半个月，整个人暴瘦了10公斤，走路都打晃。家里的怪声更是每天晚上准时响起，他吓得连家都不敢回，跑去朋友家借住。最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虚弱的来到了诊所。小林一进门，我一看他的气色，眉头就皱起来了。他的脸上蒙着一层浓重的灰黑色，嘴唇苍白泛青。我手搭上他的脉，各位，那个脉象啊，在中医里叫胃气僵绝，他的脾胃脉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跳动，这就说明他中焦的阳气已经快被掏空了。我当时就断定，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肠胃病。我严厉地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犯了什么冲撞阴邪的规矩，比如把筷子插在饭碗里？小林愣了一下，仔细回想了很久，猛地一拍大腿，把那天半夜吃便当接电话的事情说了出来。我指着他骂道，你糊涂啊，农历7月的半夜，阴气最重的时候，你把筷子当香插，那就是在招请无主孤魂来家里赴宴。好兄弟受了你的邀请，聚集在你家茶几上吃那碗便当，便当里的阳气被他们吸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全都是阴寒之气。你不知死活，接完电话还把那碗受过阴煞的饭吃下肚，阴气直捣中焦脾胃，你的胃火当场就被熄灭了。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的脾胃被阴寒之气占据，失去了消化吸收的能力，气血就断了来源。你不暴瘦谁暴瘦？家里的磁场被你强行招来的阴邪弄乱了，你晚上怎么可能睡得安稳？小林吓得当场哭了出来，求我救他一命。我告诉他，这病必须用中医的重剂把脾胃的火重新点燃，同时还要解决家宅风水的问题。我当即给他开了一剂重磅的附子理中汤加半夏泻心汤的合方。我重用炮附子、干姜，这2味药是纯阳的火种，专门驱逐中焦脾胃的阴寒，再配合半夏降利止呕、黄芩、黄连清调虚热。我嘱咐他回去药要趁热喝，把肚子里那股阴寒之气硬生生给逼出来。除此之外，我还交给他一项极其重要的风水任务，回去以后把你那个小客厅的茶几和餐桌区域用粗盐水彻底擦拭3遍，净化磁场。更重要的是重新布置餐厅的动线。原来他的茶几刚好正对着一面大镜子，我让他立刻把镜子移走，因为镜子属阴，在吃饭的地方对着镜子会把阴气成倍的反射出来。最后我让他去买一盏高瓦数的暖色调灯泡，装在吃饭的区域，吃饭时必须把灯打得亮亮的，这叫补阳气。小林回去后乖乖照做，中药喝下去第一副，他就跑到厕所狂吐了一顿，吐出来的全是酸臭冰凉的苦水。那是什么？那就是盘踞在他胃里的阴寒煞气。吐完之后，他瞬间觉得肚子里升起了一股暖意，半个月来
第一次感觉到饿了，配合着清理家里的风水，1个星期后，小林的面色完全恢复了红润，晚上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整个人重新焕发了生机。各位乡亲，这真的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候就决定了我们的吉凶祸福。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吃饭就是吃饭，要存着感恩天地赐食的心，筷子是用来夹菜扒饭的，绝对不能拿来当香叉。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餐厅，只要放下筷子，就必须平平整整的放在筷架上，或者平摆在碗的旁边。特别是在这阴气极重的农历7月，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随手习惯，破坏了自己中焦脾胃的阳气，引来不该来的东西。把筷子摆正，把心摆正，这才是我们安身立命、辟邪挡灾的基本功。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各位，今天这农历7月的6大禁忌：走路不贴墙根，半夜不乱照相，不乱回头，衣服不晾过夜，不去野水边贪凉，吃饭筷子不乱插，我都给大家拆解得清清楚楚了。讲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我绝对不是为了让大家吓破胆，更不是让你们一到农历7月就疑神疑鬼，整天提心吊胆，连家门都不敢出。我们要明白，不管外面阴气多重，不管是不是真的百鬼夜行，这些其实都只是自然界阴阳交替、节气转换的正常现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阴阳而相生。好兄弟出来透透气，那是天地的慈悲。我们老祖宗在易经里早就把话讲透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什么是你身上最强的阳气？心正心善就是阳气。你只要平时孝顺父母，有爱手足，待人接物诚实守信，不做亏心事，你身上那股浩然正气，那股纯正的阳气就会充足的不得了。你阳气一足，走在路上那是头顶3尺有神明。那些阴邪鬼怪、无主孤魂看到你躲都来不及，还要退避三舍，敬你3分，因为他们敬畏你的德行。反过来你看，那些心术不正、自私自利、整天算计别人、贪图小便宜的人，他们的心早就被阴暗占据了。这种人哪怕大中午走在大太阳底下，也是一肚子坏水，一身的阴气，不用等农历7月鬼来找他，他自己活着的时候身上的磁场就已经像个孤魂野鬼了，所以他才会百病缠身，诸事不顺，甚至动不动就招惹无妄之灾。所以各位，你平时多存好心，多说好话，多做好事，这就是在帮你自己的生命积攒浩然正气，这就是全宇宙最强最无敌的护身符。最后借着这个阴盛阳衰，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毛的农历7月，我们在今天这支影片的下面一起来做一件大善事，来个超级大集气。我希望大家动动手指，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你家人朋友祈福的一句话，不管是愿父母身体安康延年益寿，还是简单的愿全家平安顺遂远离灾厄，通通都可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句话。你们想一想，当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善念和正能量同时汇聚在这个评论区，那能瞬间形成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光明的正向磁场啊！这个磁场的力量足以冲破任何阴霾和邪气。你留下的善言就是在向天地宇宙散发你的阳气，你把这股阳气和善意传递出去，这份纯正的福报最终全都会回到你和你最爱的家人身上，在你们家周围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保护罩，保佑你们整个农历7月平平安安，逢凶化吉。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浩然正气点亮这个农历7月，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次见。